原来啊，真正的赫敏不是艾玛，而是 J.K. 罗琳本人。看完他拒绝和艾玛和解的长文，不禁感叹啊，那有文化的人说话那真是字字珠玑啊。故事呢要从2020年说起啊，当时呢这个罗琳啊，因为公开发表了几条关于这个生理性别和女性权益的言论，哎呀，那是一夜之间从一个被爱恋的魔法教母变成了一个被全网攻击的恶人。他的一些核心观点啊，其实并不复杂。比如呢，他认为啊，一个生理上是男性的人，哪怕他的心理上认为自己是个女的，也不应该进入女厕所呀、这个女更衣室呀、女子监狱这些个专门为生理女性设立的私密空间。咱说啊，这本来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公共安全讨论，但在那个政治正确已经走到了极端化的西方舆论场里啊，罗琳的这番话呀，无异于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他被扣上了歧视跨性别者的帽子啊，成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全民公敌。一场真正他的猎物审判开始了，这个哈利波特的2大粉丝网站公开宣布与他划清界限。更好笑的是啊，他这个作者亲妈居然被哈利波特的粉丝给除名了，他们否认罗琳是哈利波特的作者。而且呢，这个华纳公司啊，在哈利波特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呢，将他的名字从海报上给抹去了。他的家庭住址呢，被这个极端分子啊恶意曝光在了网上，铺天盖地的死亡威胁和这个强奸恐吓像雪片一样向他涌来，他成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被提起的人。然而在这一切的围攻中呢，最让他心寒的啊，不是来自陌生人的恶意，而是来自那几个被他亲手捧成了国际巨星的孩子们的致命一击。第一个站出来背刺他的呢，是哈利波特的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啊，他公开发表声明啊，说这罗琳的言论呢，抹杀了跨性别女性的尊严。紧接着呢，是罗恩的扮演者啊，是鲁伯特·格林特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给予了他最后的一击。而那个他曾经最偏爱的女儿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呢，艾玛呀，不仅公开为跨性别者站台，更是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意有所指的说 I'm here for all of the witches. 言下之意啊，不言而喻。甚至有传闻说啊，他曾一度威胁这个华纳，如果未来的哈利波特项目罗琳还要是参与其中的话，他就拒绝回归了。这魔法世界的缔造者被他笔下最正义的黄金三人组呢，联手给开除了魔籍。这是何等的荒诞，又是何等的讽刺。咱说，但这呢，只是故事最精彩的反转之处啊！就在罗琳被他笔下的正义化身们集体背叛、孤立无援的时候呢，一股来自黑暗世界的力量却悄悄地站了出来。第一个为他发声的啊，你猜是谁呀？是伏地魔的扮演者拉尔夫·费因斯。紧接着呢，是马尔福的扮演者啊，这汤姆·费尔顿也是默默的在社交媒体上呢为这个罗琳点了个赞。就连卢娜的扮演者伊万·林林奇，在几年之后啊，也是公开为自己当年的跟风而道歉，并坚定的重新站回了罗琳的身边。你看啊，这是多么魔幻的一幕呀！电影里啊，那个最正义的格兰芬多，在现实中呢，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和自保呢，选择了与自己的母亲为敌。而电影里那些个最邪恶的恶人，却在现实生活中呢，勇敢的支持他们的缔造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啊，罗琳呢几乎是孤身一人对抗着全世界。然而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啊他将彻底败北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反转发生了。2025年呢，英国最高法院啊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裁决，在法律意义上呢，这女性的定义啊不包括跨性别女性。这一纸判决啊，虽然说只是法律层面的界定，但它呢却像是一声惊雷，彻底逆转了整个舆论战场的风向。它从法律上确认了罗琳观点的合理性。于是呢，曾经那些铺天盖地的政治正确的口号呢开始退潮了。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重新审视并支持罗琳的观点，而攻击他也是从一件时髦的几乎是零成本的正义之举变成了一件可能会引火烧身的危险行为。而也正是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这艾玛开始反悔向这个罗琳示好了。现在你明白了吧？他那句我依然深爱他来的是多么的审时度势，而罗琳呢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在回应艾玛示好的文章里说啊，我猜呢他之所以会转变话术啊，是因为我发现啊，如今再全力抨击我已经不如往日那般时髦了。他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场背叛背后最核心的阶级真相。我跟他不一样，他在14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坐拥千万财富，而我呢在写出那个让他声名鹊起的角色时，正挣扎在贫困线上，靠着政府的救济金度日。他出入有保安，用的是单人卫生间。他当然无法理解一个普通的单身女性在一个深夜独自走进了一个可能有生理男性存在的公共卫生间时，内心那份真实的恐惧。这番话呢是句句见血，字字诛心。它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本质，这是一场不谙世事的特权阶级对挣扎求生的平民阶级的一次最傲慢的道德审判。而罗琳娜则用最决绝的方式收回了自己那份泛滥的母爱。她公开表示啊，她不再会像一个母亲一样去无限包容。如今呢，再看这两位啊曾经的母女，他们的现状呢更是令人唏嘘。罗琳娜在打赢了这场战争之后呢，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她亲自下场担任制片人，主导着剧版《哈利波特》的开发，还要用一部全新的作品去覆盖掉那段令她心碎的旧回忆。她的社交媒体啊也成了所有追求常识和理性的网友的舆论阵地。她比
比以往任何的时候呢都更加的强大。而阿玛沃特森呢，在哈利波特之后啊，他再也没有一个能被观众记住的角色。他的演技啊被诟病是20年如一日。最近5年呢，他甚至没有一部新的电影上映。那个曾经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的天才少女，如今呢，除了赫敏的光环和一些个略显空洞的女权口号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回看这场持续了近5年的魔法世界大战啊，我们才发现罗琳娜她或许啊才是那个最像哈利波特的人。她也曾是一个生活在楼梯间的弃儿，也曾被整个世界抛弃和误解。她也曾独自一人面对着比伏地魔更加可怕的千夫所指，但她呢从未低下过头。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比任何魔法都更强大的真理。真正勇敢呢，不是让你去讨好全世界，而是当全世界都与你为敌时，你依然敢于说出那句你认为的对的话。